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1周至少1次聚会，是，经常会去鸿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呢？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儿，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这儿，王主任，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王主任，啊，上车。哦，好。找到了。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哎，应该的，应该的。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留步！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是。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当然，谢谢顾组长。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个领带你不是戴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交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都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姐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顾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下班了。哎，你谁呀？保密局查案。哟，长官，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2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朱晨之，她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长官慢走。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还在等信儿。进。倪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不好意思，工作需要，还请聂科长配合我。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科长，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正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啊，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8号到15号的，有劳了。李静，把所有女性的档案你都调出。
有人要出海了！哎呦，太太，侬莫开玩笑嘞！搿套金富贵的介严，再搞天公介推办，没说要出海哦。哎，钞票好都付开了呗。我看看搿套风浪介大，我就算出天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哦。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部长回家吃饭。多谢多谢，李科长。不用客气，应该的。那也还是得多谢。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台北就这么大。 早晚都会碰到的。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当然没有。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是属下多虑了。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科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方便送我回家吗？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无办过年放假吗？不放假。 吴司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我知道，可是阿梅，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区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阿梅，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3口分隔3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我也想帮你，阿梅。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们离婚。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3口一个机会。2个月可以，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弥补女儿的。还有，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他往家里进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我送你。不用了。哎呀，怎么样啊？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2天想走，我看够呛。那多加点钱不行吗？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是，也只能这样了。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3架军机，上午2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1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明白，先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太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依据？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2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市长。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是。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古正文这2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2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好。谁？顾组长，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2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都想。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2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10座庙，不毁1桩婚，对吧？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来，帮我拿。今天是年30啊！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组长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公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他说年30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30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共谍，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古组长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他能回来吗？啊？况且，他又不是你亲妈。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家好好的吃顿年夜饭。刚刚跟闽员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哎，忘不了的。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陈皮，降血压的。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烫！哎，烫！吴建成，慢点儿，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哎呀，我不想学了，太难了。你。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买时兴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地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地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1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共谍呢？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妈在舟山是有个亲戚。
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哦，不用了，太太。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我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辛苦了，师母。不辛苦，不辛苦了，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建成。来，阿美，这菜也不错。你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我吃她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好。你多吃点啊。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教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心里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美，你先别冲动。聂希有他的难处。老师，聂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聂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
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